我最近特别想吃烤鸭，但是饭店动辄188一只，吃一顿就给我兜掏稀碎，所以我高价买了个商业版配方，打算在家实现烤鸭自由。配方上说烤鸭要想好吃必须得用砖炉，于是我买了2吨建材和3瓶速效回家搭炉子，但是从我搭那天开始就一直在下雨，3天下了8回，根本封不上顶。我估计等这炉子晾干投产呢，我他妈可能都穿上秋裤了。后来我和鸭子都有点等不及了，就决定路见不平绕道而行，我直接买了个烤鸭炉。然后这配方特意强调了，就一定要把气儿打匀，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用嘴吹，这样口感会更佳。我严重怀疑这话就是骗同行的，但就在我怀疑这功夫，胖已经给自己吹没劲了。为了缅怀他和这只鸭子，我们非常认真的对待了每一个步骤。终于在30多个小时的制作过程之后，我们迎来了一只俏黑的狗黑鸭。我操，哎呀我。后来我又失败了几次，但我想通了一个事儿，就火候肯定不是3-2天能掌握的，我们应该扬长避短，我们的长项是熬啊。所以第二天8点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准时坐着开熬，开盖，鸭子终于成了，烤得越来越好，还给邻居送2只。当然前面那几只也没白牺牲，在实现烤鸭自由的路上还收获了一波鸭架糖自由。后来这烤鸭出炉了，我1秒也等不了了，火速给它装盘上车了。这鸭子片的滋滋冒油，真要我命啊！特别是这鸭皮，这蘸满白糖吃可太爽。不过仅有的理智还是让我们保持住了一点仪式感，一口一饼酱不流嘴，是我们对这只鸭子最后的优雅了。真的，我吃这烤鸭的时候热泪盈眶的，想想我这几个月的经历啊，从美食博主干成真实博主，甚至还一度干过户外博主。我现在终于回到美食序列了，我操！整3个月呀！你知道这3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上个月烤鸭烤的不是挺成功的吗？于是这个月我飘了，我又花重金买了个烤乳猪的配方，寻思试试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烤明白。这配方第1页赫然写了4个大字，叫皮不能破，但我选择了选择性失明，因为剔骨实在是太难了。后来我干脆自己制定了一条标准，就是所有在我手里处理过的猪，只要它身上的口子少于我手上的口子，那烤完之后我认定它就是一只好猪。然后我们还改造了一下狗聚德的烤炉，想取一些整砖，但光靠锤子效率非常低，就只能找一些有棱角的地方磕水泥。我是万没想到啊，生活不光磨平了我的棱角，这回他还偷摸带走了房东的墙角。完这猪烟差不多了，就可以穿串了。但是呢，现在是这样的，我们希望给它烤成这样。找了一圈，发现最适合这个尺寸呢是胖的胳膊，但是着急用也来不及给它卸了，就买了一卷石膏绷带，只是拿它套个拱形模具出来。但是第一次也没什么经验，一不小心给石膏缠死了，索性就直接把脖子也给它缠上了。那天直播好多人都问说小胖到底咋了，其实咋也没咋地，就是气氛到了，不缠上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这猪还需要再风干几个小时，这猪风干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开始烤了。我看好多视频都是让一直这么举着烤，问题这猪10来斤呢也举不动啊。主要前2天做猪生面刚交代了下半身，今天眼瞅俩胳膊也得扔着，好家伙，这现在吃个饭怎么这么难呀？我们一共准备了2只猪，原本是打算一只烤光皮儿，一只烤麻皮儿，结果最后2只都烤成了糊皮儿，但这一点都不耽误它好吃。来个小猪腿儿，再蘸上酸辣酱，我天哪，给我香的一愣一愣的呀！然后我看人吃烤乳猪，最后都得摔个盘子，但我也没舍得。不过该有的仪式感还是得有的。我散布了一圈之后，决定把小胖的石膏锤了。敲完这一锤，我们的夏天就结束了，因为现在哈尔滨晚上已经不到10度了，这才8月份呢，太他妈不尊重夏天了。我上个月花重金买了个烤全羊的配方，今天总算赶个大晴天，我买了只38斤的羊，看看在家能不能烤成功。但这活从来没干过，怕又干1天1宿，等第2天再吃不成隔夜羊了吗？所以就决定奔点先飞。凌晨3点天刚亮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把砖搬回来了。这砖呢看着不多，但加起来得有1吨多，搬上楼之后心都突突了。这回我整明白了，空腹有氧啊，未必会减脂，但一定会折寿。后来搭槽这个过程证明了一个事儿，就我们几个这个智力啊，那只能说有但不多。3点就给砖搬回来了，没想到13点的时候还他妈搁这研究砖呢。得亏我哥来的早啊，他来之后20分钟就给解决了，他算是给这全羊保住了。他要是不来，我们下午可能就改成磨刀剔骨串羊肉串了。然后晚上吃饭会来好多人嘛，我们搬出了待客的最高礼仪，就是石磨豆浆。过程就不细学了，那天看着小胖惊喜4连直播的算是掏上了。后来手机热的都需要保护了，我们还在那拉磨呢。事实证明，人类在食物链顶端是有原因。就这天换头驴来估计都得累吐了，但我们却奇迹般的挺住了。
完到了下班点儿，我们同学陆续都来了，这脸皮薄的串门还带东西来。他在德国买了一瓶易烊千玺同款的宝格丽香水，特别清新的茶香味，而且留香时间很长。最近他们还上了好多小样，可以先买小瓶的试试味道。链接放评论区了，现在点还有机会抽1000块钱的无门槛券，还有好多护肤品的活动呢，有需要的赶紧去看看。后来这羊烤差不多了，突然发现个事儿，就一直在这转也没注意，这羊不知道啥时候烤丢一块肉，骨头都没了。我寻思这也不合理呀，这再烤下去，不眼瞅要给羊火化了吗？完这羊让我们烤的也没啥卖相，就干脆把料全撒上了，看着不好看，但吃起来贼香。然后今天最大的惊喜就是我把后院收拾出来了。我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一个呀，这个氛围感太好了。但今天这个生物钟也是大爆炸呀，原来都是一天一宿，今天是一天一宿一天，还不一定喝到几点。本来寻思今天吃饭早能调作息，这还调个嘚了，一起摆烂吧。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大火腿，但是现在快递已经停的差不多了。然后我研究一下，这玩意应该也不难做，所以我买了9条猪后腿，我想试试在家能不能做。要是行的话，就当囤年货了。这玩意要是想做出那种拉丝的状态，首先得把猪腿上的瘦肉挑出来切块，完了还得手动剔筋膜。这200多斤猪肉切得昏天暗地的，给我哥和我外甥干都双目失神了。不过给这些肉抓上劲儿才是最变态的，因为这肉它越抓越黏，就越来越吃劲儿。那抓肉时候给我心率都干到140了，我手环都开始提示我了。他说生命很可贵，健身也要注意安全哦。后来灌肠的时候算彻底把我最后一口气耗尽了，因为切的时候为了吃的爽，那肉块切的都大，完了还没舍得买工厂用那种灌肠器。这些火腿都是我一个一个拿肚子给怼出来的，那给那灌肠器都干爆了。关键我们几个跟小可爱似的，刚开始不知道这个玻璃纸肠衣得用水泡，后来还因为漏气返工了100多根。那怼完之后都快给我练成铁肚子了，我甚至一度产生过一丝担心，我说会不会干完这些活之后，我这整个肚子将变成一个巨大的肚脐眼。这火腿灌完了得风干一下才能煮，这会儿正好没啥事儿，就试试在德物买的新衣服。这不快过年了吗？买了一件龙行大运，寻思走有字儿。现在新年新人福利，前100单只需要39。要是点评论区置顶打个德物啊，还有机会抢1000元无门槛优惠券，买着能更便宜，而且物流特别快，都是品牌包邮直发，很多都是次日达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这些火腿煮完之后就已经非常香了，但是后来熏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烤鸭炉熏呢，它不太好控温，熏完之后要不是火轻了没熟，要不就直接给烤成黑猪火腿。关键反复试了几炉之后也没什么起色，后来我实在是没招了，我去找了个红场厂上班去了。我跟那老板商量的是，我们免费给他干3天活，然后下班之后他那个熏炉借我们熏火腿用，这一炉最少得熏5个小时，完了还得看着温度添果木。我那几天甚至找着一点大厂996的感觉。不过这玩意儿折腾是折腾，但做出来是真好吃。它是纯肉的咸香里边夹杂着一些烟熏的果木香，尤其是刚熏完掰开的这一下子，我感觉把我命搭里都值了。现在这一根火腿正好1斤重，就这么拿着啃着吃，实在太爽。然后要是不想吃的这么糙的话，还可以切片做成那种零食装。这半夜饿了来2片火腿，再开一罐冰镇饮料，我的天！我心说这做的哪还是火腿呀？这不是我过年熬夜的底气吗？